去婚，你去哪儿了？梦里有梦的碎片，细雪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不履流年，风景又浮现。找到你了。不如怀念，总说往事都如烟，回首荒唐不忍言。喧嚣红尘，寂寞书卷，归去了流年这往年。时过境迁，秋风泛起又见炊烟。为什么他身上会有炼气期5、6层的灵力波动？张铁，是你吗？是你回来了。在山巅，遗忘了世间是昨天，是明天。二愣子，二愣子，你去哪儿了？光阴也会磨灭世间所有的缘，唯有这思念跨越了千百年。真的吗？张铁，真的是你，你回来了。爹，哎，来，乖女儿真乖啊！给娘抓的药啊？嗯，嘿，娘吃完午饭就睡下了。是吗？他不是张铁，他是谁？阁下倒是挺入戏啊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应该是我来问你。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是吗？你占了别人的身体，这女人和孩子也不是你的，所以我问你，你是谁呀？你知道我的事？实不相瞒，自从5年前跌落山崖以来，我就把从前的一切全给忘了。我不记得我叫什么，更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。好像有一个朋友一直在呼唤我，他一次又一次地喊着我的名字，可我就是想不起来。我一定是把什么重要的事给忘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是想不起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？为什么想不起来？想不起来。张铁，你别这样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张铁，我的名字叫张铁。果然你不是张铁，你怎么可能是他？其实你真的很像他，看着你吃饭、打铁，甚至说话的样子，
都让我差点相信他真的回来了。可一个人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，你的眼里算计太多，也不可能是他。那又如何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本命法器，此物竟然在你这里！这身体不属于你，给我滚出去！当家的，怎么了？爹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哦，是有一只小野猫想偷吃咱家小鸭子，被我们打出去了。夫人，这位客官是？哦，他呀，是我一个慕名而来的朋友，非要让我给他打一套新兵器，我都推他好几次了。是啊，没有打扰到您吧，嫂子？不会，进屋里坐吧。啊，不用，我和大哥呢就聊2句话我就走了。鱼儿，先扶你娘回屋睡觉，把门关上，有风啊！去吧，去快吧。回屋去，回屋去。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要是老实交代，我保证不生他们。要敢欺瞒一二，可以试试。在下是在和仇家的争斗中受伤，行动不便才出此下策。实在不得已控制此身体，还望道友恕罪。这还像句人话？你是哪派的修士？在下来自灵寿山。莫非道友也是七派的同道？原来是灵寿山的道友啊！不知贵派的钟无师侄可还好啊？道友认识钟无师兄，太好了，大家都是熟人。是啊，都是熟人。钟无早不是灵寿山的了。还不准备说吗？我说，在下是天斗国御灵宗的门下。我到刘宗。是。在下数年之前，在此地与人斗法，被其所伤，身体毁坏，仓促之下，只得元神出窍。正在绝望之际，发现了这具没有元神的躯壳，没想到元神入体后修为大减。为了躲避那强敌，我只得扮装成普通人，跟着一位铁匠在城内经营打铁，维持生计。后来与城中百姓越混越熟，竟然有人要给我介绍亲事，然后他们就成了我的妻子孩子。不知不觉就这样过了5年。你占有这躯体后，就没想过回去？魔道讲究的是弱肉强食，如今我修为大减，回去以后，十有8九会被师兄弟们下毒手。何况这双手抡锤的时候，比拿剑更自在。而且现在生活很平静，我又何必回去大生大死？平静。魔道已占领越国东部，这儿的平静能维持到几时？占领？怎么可能时间没到啊？你果然不是一般魔道修士。说，你到底是何人？
不管我以前是何身份，现在都过去了，道友又何必咄咄逼人？听在下一句劝，七派败局已定。道友还是早做打算，莫要枉送了性命。这人知道的可能很多，还得炸他一炸。如今占据江池，七派上下一心，共抗魔道。胜败之说，未免有些言之过早吧？七派与六宗本就渊源颇深，修道之人最是自私，背后捅刀乃是家常便饭。你口中铜墙铁壁一般的七派阵营，早就不知道被我们渗透成什么样子了。实不相瞒，这灵寿山就是我玉灵宗在此的内应。此战，六宗必胜。灵寿山假意投敌，一举剿灭魔道2大结丹修士，七派无人不知。内应之说，不过是偏偏无知之人罢了。没有我们结丹修仙者的阵亡，你们七派能轻易相信吗？况且，你真的以为阵亡的就是结丹修仙者呀？据我所知，光是六宗内部，强行将筑基期修仙者提升激发境界的秘法就有3种。虽然只在短时间有效，但也足够瞒过你们了。给我个不杀你的理由。若你放我一马，我便将之前的藏身之处告知，法器灵石全部归你。反正那些身外之物，我这身躯壳也用不了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道友真是心思深沉。罢了，事已至此，除了法器灵石，还有本宗与这灵寿山来往的玉简书信，也一并交予道友。若所得之物不合道友心意，可尽管将在下击毙于此，在下绝无怨言。只是，还请道友放了他们母女。他们都是普通凡人，并无作恶。此事多有古怪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东西在哪儿？就在此处。要是不放心，我与你一同前去。道友看起来很着急嘛，那就请在此处稍等片刻吧。
如此拙劣的陷阱，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。去。这是。好快！知道跟我对。这什么妖兽？还会飞？就算不是我，也是自己对付的。这可是足以匹敌结丹级的妖兽。金子子母刃，这次可亏大了。这样下去，迟早要被追上。希望这东西有用。
这里离家园城不远，这么厉害的妖兽，不可能是野生的。十有八九是御灵宗内人的妖兽，主机级修士可没办法豢养它。难道那人竟然是结丹级修士？可恶！貌似找回来的袋子，里面竟是空的。好，你故意给我设下圈套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丹丸有古怪，竟能瞬间提升至主级等级。血平钻，玉皇剑，结丹级法宝。灵宠、法宝，还有金丹，看来此人以前还真是结丹修士。金杯妖狼都杀不死你，今日栽在你手，不愧。你果然是结丹修士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爹，他爹。你怎么了？他们与此生无关，还请道友不要为难他们。为难他们的是我吗？你应该知道，你身居煞气，他们与你相处久了，生机流逝，应该没几天能活了。我又何尝不知，今生的功力都在这髓丹里了。他们服下，自可不起气血，可保延年益寿。你早算好了有今天。爹，贫道半生凶恶，不曾想临了最后一时，竟是为了2个凡人。他爹，爹，你别死！大爷给你的东西，在我本体身上，就在山洞里。我没有骗你，与灵兽山的通信，还有我的身份令牌，足以证明我所说的。有劳道友了。谢谢了，下来后就都忘了吧。道友，在你这里，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现在
该想想如何对付那妖兽了。颠倒五行阵，从没让人失望过。这应该是玉灵宗那人的遗骸了，伤得这么重，难怪来不及收拾储物袋。这是灵宠的兽卵，这些虫子的生命力可真顽强。玉灵宗有点东西。天下奇虫，血域蜘蛛108位。京北妖狼73位，噬青虫第12位。什么呀？排名这么靠后，这只京北妖狼居然只有73位。如何培育和驱使？算了，有空再研究吧。找到了，灵兽山与玉灵宗的往来信件。你的主人都不在了，你也可以安息了。毁我法器的账，就你身上的材料来抵。九恩。到时候也给你做个厉害的。此件事了，也该回去报信了。不管结局如何，总要尽一下人事。潘长老一战成名，李某自愧不如啊！啊，金谷园战事这么焦灼，你还能出面主持大局，佩服！这现如今呐，七派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了，谁能置身事外啊？眼看着门派中的小辈们前赴后继，我这个老东西啊，总不能坐视不管吧？就算不为我自己争口气，也得为我那么多徒子徒孙们争口气吧。哎呀，三位，看看谁来了，还不如接驾一下呀！不要脸！你一个迟到的人还要什么接驾呀？啊，我迟到了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潘老头，你啥时候到的呀？
我也是刚到，你看这不差不多吗？哎呀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饿了，渴了，赶紧把黄公谷好吃的糕点都拿出来吧。看见没有，沙子有的是，要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说正事。赶紧把你那个升级版的4级妖兽的麻将拿出来啊！啊，天天打仗多无聊啊，解解压嘛！啊，这还差。收回去。哎，陆云子，你别每次一来又要吃又要玩的，找你来说正事儿。就是，师姐请说。据我方前线斥候观察，魔道贼子很有可能在下个月初策动攻势，所以我和师弟打算安排人手，在他们后方布控。攻其不备吗？哇，师姐，这主意棒棒的！哎，要不我们为此事啊赌上一局怎么样？这你也要赌啊？啊，那你赌成还是败呢？我当然赌成啊！那我们呢？败呀！滚！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我滚犊子了！师父在上，弟子韩立，敬请教安。不孝徒儿已返回谷中静心闭关，谷中一切安好。弟子心中挂念，仅您一人。前线战况不明，弟子回谷途中，意外发现灵寿山与玉灵宗勾结，图谋不轨。弟子已将政务呈交掌门，掌门位高权重，八面圆通，唯恐此事扰乱军心，按下不表。弟子却唯恐此举会影响前线战局，陷师父师伯于危难。弟子焦灼辗转，唯令写下此信，唯望师父万万小心。人事已尽，希望师父收到传音符，能想尽办法阻止最坏的结果吧。战事将起，你也要保护好自己。这金背妖狼的甲怎么做小了？这么快就孵出来了？食量可真大，吃的真多呀！看来这灵宠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养得起的，得找时间去百妖园走一趟了。来吧。师父这么快就回信了。百里山下赏花之月，君曾记否？要不你替我走一趟？嗯？陈师姐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母亲常常带我到山里采这个野菊花。在她看来，其他的花再艳丽，也比不上这儿的野菊。只不过前几年她过世以后，我便很少来这里了。师姐，节哀。不妨事。可能对于她来说，也是一种解脱。她也是联姻来我们陈家的。
大婚之前，他和父亲从未谋面，婚后也可谓是相敬如宾。但我知道，他们两个从未交心。师弟是不是觉得，师姐作为一个修士，心里总想着这些情情爱爱，实在是太不上进了？师姐说笑了。可惜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世家的女子，从出生的那一天起，我们的命就不属于自己了。只有日复一日的修炼，为家族带来利益。可能有那么一个万里挑一的奇才，能在100年之内获得七派的信赖，从而换取自己命运的自由。但更多的是像我一样。师姐过谦了。入国以来，你刻苦稳重，处事不惊，想必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即便称不上奇才，也绝不是一般世家弟子所能比的。你知道我不是想听你说这些。其实我今日约你过来，是想告诉你，过些时日，我可能就要嫁人了。对方是齐家的公子，虽从未谋面，但听说他也算是个正人君子。如今战事正酣，人人自危，若我们陈家能与之结盟，共避战乱，所以京城那一行，我看到魏娘和刘师兄，我竟然有点羡慕他们。至少他们遇到过，相爱过，哪怕最后是天人两隔，也好过于郁郁一生不得自由，抱憾而终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要我嫁给一个素未谋面之人？凭什么把我像一个名贵的物品一样，今天给陆家，明天给齐家？凭什么将全族的安危都放在我一个女子身上？从来都没有人问过我喜欢什么，从来都没有。你能让我靠一下吗？海师弟，我知道你和与众不同，你是不是在计划些什么？你能带我走吗？带我离开这个地方，去哪里都行，只要这是个自由